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造成者杀青，温情仪式现场曝光，导演当场落泪。李振长的故事结束了，但我们的城市仍在成长。赵丽颖以3个月活成80年代贪图建设者，连走路都带着年代干劲。剧组用粤海因你而闪耀道尽认可。黄晓明惊喜现身，全员重影见证这场充满年代质感的温情告别。赵丽颖日前在电视剧《造成者》杀青现场感动落泪，剧组精心准备的仪式让现场充满温情。这位以短发造型诠释李秋平的演员，在完成最后一场戏后，靠在导演孙浩肩头与工作人员相拥而泣。杀青蛋糕上粤海因你而闪耀的字样，道出了剧组对他的认可。他就是李秋平本人。杀青当天，赵丽颖捧着鲜花站在剧组中央，身边环绕着举着再见我最好的李振长标牌的演员们。这个为角色剪短发的演员，用3个月时间将自己活成了上世纪80年代的贪图建设者。导演孙浩透露，他连走路姿势都带着那个年代的干劲儿。我们总说他下戏后还在背台词。当镜头定格在赵丽颖与李秋平告别的瞬间，这位实力派演员的敬业态度让现场响起掌声。剧组全员重影现场，黄晓明的惊喜现身让气氛更暖心。他站在赵丽颖身边，举着粤海第一帅的牌子，与搭档杀青时还调皮展示过粤海第一萌标牌。而赵丽颖杀青蛋糕上的粤海地图，正是剧组对李振长带领贪图变新城的致敬。更有细心工作人员准备了印着角色名字的纪念徽章，陈明昊、秦俊杰等主演纷纷赶来送上祝福。年代质感成最大亮点。从杀青预告可见，剧组在细节上处处用心。朱媛媛的碎花衫飘逸如诗，陈明昊的干部装严谨有度，连街边小卖部的搪瓷缸都透着年代感。导演孙浩透露，我们连方言口音都做了考究，就想让观众闻到那个年代的烟火气。赵丽颖的绿色条绒衫镇长造型海报曝光后，网友直呼，这才是改革先锋该有的精气神。据悉，《造成者》已进入后期制作阶段。这部聚焦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建设的剧集，用李秋平们的奋斗故事，向所有为城市发展默默奉献的造成者致敬。正如赵丽颖在杀青时说的，李振长的故事结束了，但我们的城市仍在成长。近日，由赵丽颖主演的现实题材电视剧《造成者》正式宣布杀青，现场视频与照片陆续曝光，温情的氛围感染了无数观众和粉丝。在杀青仪式上，不仅全剧组成员集体合影留念，导演更是当场落泪，场面一度令人动容。这一刻不只是一个作品的阶段性完结，更是一群创作者共同走过艰难旅程后的情感宣泄。赵丽颖的真诚拥抱，导演的红了眼眶，工作人员的掌声与欢呼，都成为造成者创作历程最珍贵的记忆。从开机之初，造成者便备受期待。不同于赵丽颖以往的古装、家庭剧或职场女性题材，这一次她挑战的是城市建设者的角色，一位身处项目一线，在钢筋水泥之间奔忙的女性工程师。在剧本阶段便有人感叹，这样的题材太现实了，也太难演了。因为它不依赖浓烈的戏剧冲突，而更多的是对人物成长、价值理念以及社会责任感的深层刻画。赵丽颖在开拍前就做了大量功课，她曾经多次出现在真实的工地现场，与建设者面对面沟通交流，观察他们如何工作，如何思考问题。她不是简单体验，而是以一种沉浸式的方式把角色揉进自己的血肉里。为了还原角色状态，赵丽颖放弃美妆，身着工装，日晒风吹，脸上的疲惫和手上的老茧都是真实的。这种对角色的尊重与对作品的认真，是她作为演员一贯坚持的信念。杀青当天，赵丽颖面对镜头说，这是一段让我彻底改变思考方式的旅程。她坦言，拍摄《造成者》的这段时间，
不仅仅是在演戏，而是在不断重新审视自己与现实社会的关系。角色在剧中有无数次决策的十字路口，需要在成本与责任、理想与现实之间做取舍。而这些挣扎也同样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身上。赵丽颖表示，我很感激这个角色，它让我看见了很多平时被忽视的建设者群体，也让我明白什么是真正的造成者精神，不争光鲜，不求掌声，只做事。双引号。导演在杀青仪式上动情发言时提到，赵丽颖的投入是我们整部剧最大的幸运。他说，这个剧本在最初创作时其实有过犹豫，一个工地题材的故事能打动大众吗？能火吗？而正是赵丽颖的加盟与深度参与，给了剧组最大的信心。他动情地回忆，拍摄过程中有一场大浴戏，赵丽颖坚持不用替身，从早上5点淋到晚上8点，全身湿透不说，情绪却越来越浓。拍完后他一句话没说，只是安静坐在角落独自喘息。导演说，那一刻我知道，他不是在演戏，他就是那个人。双引号。观众对赵丽颖的印象，过去多集中于她甜美努力坚韧的形象，而造成者可能将成为她职业生涯中的又一个分水岭。从古装剧《花千骨》楚乔传到现实剧《幸福到万家风吹半夏》，再到今天这部《造成者》，我们看到她正在一步步剥离明星滤镜，走向真正的角色演员之路。她演绎的每一个普通人角色，虽然没有光环，却都有一股从骨子里透出的力量。他不再需要用浮夸的表达吸引观众，而是用真实感唤醒共鸣。造成者的剧组同样是一支值得敬佩的团队，他们深入城市更新、旧城改造、交通建设、环保施工等第一线，从建筑设计师到钢筋工，从女工程师到社区协调员，每一个人物的设定都来源于真实。主创团队表示，这部剧不是要塑造某种理想化的英雄，而是希望通过平凡人做大事的逻辑，唤起观众对城市是谁在建设，我们为何而奋斗的思考。这种创作理念在如今影视圈里尤显可贵，它不是为了迎合市场而制造话题，而是希望引领大众重新认识生活本质。面对杀青的不舍，赵丽颖在致辞中几度哽咽。她说，我从来没有觉得拍完一部戏有这么强的离别感，这一次真的像是结束了一段旅程。他感谢所有工作人员的陪伴、耐心与专业，更感谢这个角色给予他的改变。他也特别提到，希望观众能够慢慢地看这部剧，看到他的不动声色里藏着的热血，看他的沉稳节奏中透出的理想主义。他相信这部剧可能不会大爆，但一定会在一些人心里留下印记。对于观众来说，我们何其王一博在热爱与责任间找寻平衡。浅意晨心，2025年4月24日20点30分，湖北。导读 DeepSeek 带你速览精华。从赛车少年到顶流艺人，王一博在风驰电掣的赛道和陡峭岩壁间找到了平衡，不是退圈，而是用热爱为演艺事业注入新活力，在商业与梦想间走出独特道路。内容由 DeepSeek 模型生成，有用。近年来，娱乐圈中关于王一博的讨论从未停歇。不同于以往频繁进组拍戏、常驻热门综艺刷脸的模式，他逐渐将生活重心倾斜向登山、攀岩、赛车等个人热爱的领域，尤其是在赛车比赛中的身影，更是引发网友热议，甚至有人猜测他或将暂退演艺圈，全身心投入赛车事业。回顾王一博的成长历程，这些看似突然的选择，实则早有迹可循。年少时期，赛车、户外运动等爱好就已在他心中种下种子。只是在娱乐圈的残酷竞争中，为了站稳脚跟，他不得不将大部分精力投入演艺事业。如今，在娱乐圈打拼多年，积累了一定的人气与财富后，他终于有机会重新拾起儿时的梦想。每一次攀爬陡峭的岩壁，每一回在赛车道上风驰电掣，
对他而言，都是对自我的一次挑战与突破，更是在高压娱乐圈中难得的心灵慰藉。然而，说王一博要退圈，却实在是无稽之谈。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，每位艺人都像是庞大商业链条中的一环，身上背负着复杂的资本利益关系。从签约公司的发展规划，到品牌代言的商业合作，再到粉丝群体的期待，诸多因素都制约着他的选择。他能争取到如今在工作与爱好间的平衡，已然不易。在这个充满诱惑与压力的圈子里，保持初心本就艰难，而他在追求热爱的同时，也从未忘记自己作为艺人的责任。对于王一博而言，现阶段的生活方式是他在梦想与现实间寻找到的最佳平衡点。参与赛车比赛，不仅是对爱好的追求，也能从另一个维度展现他的魅力，为演艺事业注入新的活力。而登山、攀岩等户外运动，在强健体魄的同时，也锤炼着他的意志，让他在面对娱乐圈的起起落落时，能够更加从容淡定。在流量更迭迅速的娱乐圈，王一博的选择或许不被所有人理解，但这恰恰展现了他对生活、对事业的独特思考。他用实际行动证明，艺人并非只能被商业利益裹挟前行，也可以在责任与热爱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，活出真实且精彩的人生。在人们对艺人这个词已经逐渐失去信任感的当下，王一博这个名字却像是一束沉默的光，悄然照亮了人们对热爱与责任真正意义的重新理解。他不是话题制造者，也不是舞台上的高谈阔论者，但他始终如一的在坚持，在努力，在用行动告诉所有人，热爱是一种坚持，而责任是一种选择。从青涩少年到如今的多期发展艺人，王一博的成长之路并没有外界想象的轻松。他起步很早，练武出身，经历了无数次排练室里汗水浸透衣背的日子。那时候的他并不善言辞，也不善营销，面对镜头总是略显拘谨。但每当站上舞台，他的眼神却像换了一个人，坚定、自信、笃定。这不是表演，这是热爱在发光。王一博的热爱是有根的，他从不喧哗，却如涓涓细流，滋养着他对每一个职业身份的尊重。从爱跳舞到爱赛车，再到爱演戏，每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，而是深耕到底。他不满足于可以，他追求的是做到最好。他曾在一次节目中说过，如果做了，就一定要认真去做，这并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他一贯的行为准则。比如在摩托车赛场，他不是玩票的明星车手，而是经过正规训练，拥有专业执照的职业选手。为了一场比赛，他可以连续训练数月，背后摔伤、擦伤是家常便饭，却从不对外抱怨。对他来说，热爱不是炫耀用的资本，而是驱动他不断挑战自我、突破极限的内在动力。而在演戏这条路上，他也从来没有以流量为借口逃避对角色的深入塑造。从《陈情岭》中的蓝忘机到《风起洛阳》中的百里弘毅，再到《无名追风者人间》等作品中的沉浸式转变，他一次次用作品和角色说话。即便面对争议，他也从不狡辩，而是更沉默地继续打磨、提升自己。这种用作品回应的方式，不张扬，但有力。然而，真正让人敬佩的，不仅是他的专业精神，还有他对责任的理解和承担。王一博并不是一个习惯表达情绪的人，但在需要他承担责任的时刻，他从不缺席。在公益领域，他低调而坚定地参与多项慈善活动，从乡村教育、抗疫捐助到残障儿童帮助，从不刻意宣传，却长期坚持。他的粉丝常说，他是我们努力的方向。正因为他在默默践行着什么是以身作则。在镜头前，他是艺人王一博；在赛场上，他是赛车手王一博；在剧组里，他是演员王一博；而在日常生活中，他更是那个会默默记录队友生日、悄悄替工作人员挡风的贴心少年。责任不一定要通过言语表达，
它可以藏在一个眼神、一句叮嘱、一种坚持里。而王一博从未缺席。走到今天，王一博的每一个身份都来之不易。他的多种身份不是标签叠加的结果，而是在热爱中找到的延展，在责任中形成的锤炼。他从不把自己限定在一个舒适圈，而是不断拓展边界。这不是对名利的渴望，而是一种深藏在骨子里的自我要求。他要对得起自己钟爱的舞台，也要对得起那些一直支持他的观众和粉丝。作为一个在聚光灯下成长起来的公众人物，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放大检视。他曾因寡言被误解为冷漠，也曾因内敛被质疑无亲和力。但他没有试图讨好谁，而是用时间一点一滴地证明了自己不是不在意，而是更在意怎么做，而不是说了什么。他的成长从来不是凭借人设和热搜，而是凭借一场又一场演出，一份又一份努力的结果。王一博的魅力不在于高高在上，而在于稳稳当当。他不是靠走捷径红起来的艺人，而是那个选择走最难的那条路，依旧走得坚定的人。他的沉稳、自律、清醒，是如今浮躁娱乐圈里极为珍贵的品质。他不是完美的，但他真诚；他不说大话，却一直在默默做到最好。对无数年轻人来说，王一博不仅仅是一个偶像，更像是一种成长范本。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，热爱可以支撑你走得远，责任可以让你走得稳。你不需要一夜成名，你只需要每天比昨天更好一点点。你可以沉默，但请始终努力。你可以被质疑，但请坚定方向。世界会因为你持之以恒的热爱而为你让路。写到这里，或许我们更应该感谢这样一位艺人。在这个追求快的时代，他选择了慢；在这个鼓吹人设的行业，他坚持本我；在所有人都在说的年代，他执意做。王一博用自己的方式，悄无声息地影响着身边的人，也温暖着屏幕外的无数目光。亲爱的读者，如果你正在经历迷茫，如果你也在努力找寻自己的热爱与位置，不妨看看王一博的成长轨迹。他没有天降好运，他也曾跌倒受伤，但他从未放弃热爱，也始终背负起自己的责任。你会发现，人生没有标准答案，但努力、坚持、真诚、踏实，永远不会错。热爱不曾褪色，责任从未缺席。这不仅是王一博的成长之路，也可以成为你我共勉的生活态度。愿你也能像他一样，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不负热爱，也不逃避责任，活出自己的光芒万丈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